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个，我想所有在玩加密货币的朋友都最关心的话题，到底下一波山寨币的大行情，那个真正的引爆点会是什么？没错，这个问题真的萦绕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啊。我们等了这么久，大家都在问，山寨币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真的大爆发？那个起涨点到底在哪里？跟你说，答案可能出乎你意料，它就藏在以太币的价格里头。我们这次分析的核心观点很直接，就是当以太币的价格正式站上$5000这个大关的时候，整个市场，尤其是山寨币，非常有可能就会被一起点燃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重点开始看，为什么我们会说以太币现在是整个市场的领头羊？为什么它的走势图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盯紧的指标？我们直接来比较一下，你看哦，以太币现在的价格比它的牛市支撑线高出了整整40%。这个支撑线，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判断多头趋势还在不在的生命线。那反观比特币呢，它还在这条线附近苦苦挣扎。这一来一往，谁强谁弱就非常非常清楚了。以太币才是现在市场的火车头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个很重要的指标，叫做 Total Two。这个听起来有点专业，但其实很简单，它就是把比特币拿掉之后，剩下所有加密货币的总市值。基本上，它就是整个山寨币市场的体温计。但重点来了，最惊人的是什么？是这个图表告诉我们的潜力。从图表的形态来看 ，Total Two 的市值有潜力从现在的1.65兆美元一路成长到6.63兆美元。你算一下，这差不多是将近4倍的空间哦。也就是说，整个山寨币市场的成长潜力非常巨大。那为了看得更准，我们再来看一个更细的指标，叫做 Total Three。这个就更狠了，它不只排除了比特币，连以太币也一起排除了。所以它代表的就是纯粹的山寨币市场。你看，这就有趣了。就算我们把以太币这个大咖也拿掉，剩下的山寨币市场，哇，竟然还是有差不多4倍的成长潜力。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，这个上涨的讯号不是单一的，而是全面性的。一旦行情发动，大家都会被带上来。OK， 图表看起来很棒，潜力很大，但那些真正的大户，我们说的聪明钱，他们到底在干嘛？我们来偷偷看一下他们的布局，看看他们是不是也看到了我们看到的东西。这真的超夸张的。我们发现有一个以前专门玩比特币的超级大户，你知道吗？他从8月底开始就把超过40亿美元的钱全部从比特币转到以太币里面了。40亿美元，这可不是小数目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市场讯号。其实啊，这个大户的动作啊，根本就是教科书等级的操作。它完美的展示了加密货币市场一个很经典的玩法，就是资金轮动。第一步，先从比特币的上涨中赚饱出场；第二步，把这些钱灌到以太币，推动它上涨；最后再把从以太币赚到的利润撒向那些市值更小的山寨币，然后山寨币季节就正式引爆了。而且哦，你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人的行为，我们来看机构的数据。你看，光是最近1个礼拜，就算市场价格有点跌，还是有整整25亿美金的钱透过 ETP 这种产品流进来。这说明什么？大户跟机构都在默默进场，需求非常强。好，既然这么多聪明钱都跑去以太币了，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。所以现在到底都是谁手上握有以太币呀？我们来当一下侦探，查一下这个持有者的结构，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。哇，你看这张图是不是吓一跳？70%的以太币竟然只集中在前10大钱包里，这也太中心化了吧？先别急，我们先不要自己吓自己，我们来看看真相是什么。好，我们把它拆开来看哦。你看哦，这10大钱包根本不是10个神秘富豪，很多都是
像是 Coinbase、币安这种大交易所，他们是帮几百万个用户保管资产，所以钱包当然很大。然后还有一些是公司，像 Bitmain，他们是把以太币当作公司的资产。当然还有创办人自己，像是 V 神。所以你看，这跟我们想的被少数人控制完全是两回事。所以这一切啊，其实都指向一个很清楚的结论，就是这句话说的，以太币正在变成一种有聪明钱控制的创投型资产，而且这个趋势啊，在未来几年只会越来越明显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现在进来的都是看得懂价值的长期有策略的玩家。好，我们聊了短期的信号，聊了资金流向，现在我们把镜头拉远，放大格局，来看看整个加密货币的未来，一个非常宏观的长期趋势。我们现在正走在一条指数级成长的路上。你看，预估到2025年底，全球用户就会有大概6.59亿，这已经很惊人了，对吧？但你看更远一点，有分析师预测到2030年会飙到40亿，甚至有人说会超过50亿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普及的速度比当年网际网络还要快。所以最后这个问题，我想留给荧幕前的你来思考。当我们看到未来有这么巨大的成长空间，再回头看看眼前以太币正在发出的这个这么明确的信号，你真的可以装作没看到吗？